接下来看一下新石中的杂染情况，主要就是我法二值的分布情况。大家看我画的深色部分，第6石和第7石这两个石啊是杂染最重的。第7石包含我值和法值，咱们以前只讲第7石的我值，其实它也有法值，它不仅执着有我，也执着一切法实有。然后第6石也包含我值和法值。第8石和前5石颜色比较浅，只有很轻微的法值。按照唯识金学传统的讲法呢，第8石和前5石是没有虚妄分别的。但是有学者就觉得这个讲法有问题。如果众生的第8石和前5石是清净的话，那你就等于说众生的第8石和前5石已经跟佛没有区别了。这个怎么说都是有点说不过去的，众生怎么能跟佛一样呢？所以主张第8石和前5石啊也应该有轻微的法值。这一块啊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关于这个图，最后再说一个三性，就是依他起性、边际所知性和缘成实性。依他起性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，就是这个图所显示的这个样子。也可以说依他起性是一切有为法，宇宙中的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都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就是依着他物而起，就是缘起有。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了，就不多解释了。然后边际所知性，这个是凡夫的错误认识，比如你认为我有法有，这都是错误的。缘成实性是圣者的正确认识，在凡夫这个图里啊是没有的。这样第一个图呢就算讲完了，然后看下边这个图。这个图啊跟上面那个基本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颜色是白的，就是没有杂染。这个是成佛之后的状态。成佛之后啊你就没有虚妄分别了，你能正确认识人无我法无我。我们管这种佛的正确认识，或者叫万物的本来面目，叫做缘成实性。这样咱们通过这两个图把唯识金学又复习了一遍。下面讲唯识古学，就是中间的这俩图。下面的是圣者，上面的是凡夫。古学与金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唯识金学是八识现行，唯识古学是一种期限。所谓八识现行，就是八识都是由种子变现出来的现行，种子是潜在势力，它变成出八识，八识互相之间是平等的并列的，都是种子的变现。种子与第八阿赖耶识是不同的两个东西。而一种期限这个理论呢，认为阿赖耶识与种子没有什么区别，赖耶就是种子，种子就是赖耶。这样这个图啊就变成了第八识或者叫种子变现出前七识。第八识和前七识啊就不再是并列关系了，这就叫做异种，然后期限。第八识除了变现出前七识之外，还变现出根身七识间。左边的是能认识，右边的是所认识。左边的叫见识，右边的叫相识。左边是心法，右边是色法。然后能认识、认识、所认识所产生的认识结果呢，就是下面这一块。唯识古学讲这个认识结果啊，主要是从认识结果的虚妄性上来谈的。就说认识结果呀，包含我法二执或者是虚妄分别的名相。它不是像我这么分成第7识的相分、第6识的相分，然后前5识的相分，他们不是这么讲的。而且唯识古学根本就没有相分这个概念。我之所以这么画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唯识古学与唯识金学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咱们看看他们之间是怎么对应的。金学的种子第8识就相当于古学的第8识，金学的前7识的见分就相当于古学的见识，金学的根身七识间就相当于古学的相识，金学的前7识的相分就相当于古学的认识结果。所以古学金学在基本思想上其实都是相通的，只是组织结构上稍微有点区别而已。关于唯识古学具体就不多说了，这个图一画出来就简单明了了，就是第8识变生见识相识，然后见识认识相识产生认识结果。等你把杂染都去掉之后呢，你就证得诸法实相，也就是缘成实性。这样唯识古学就讲完了，最后咱们讲如来藏，就是最右边这俩图。如来藏跟古学的一个明显的区别，就是如来藏这个图上头有一个真如，这个真如就是之前讲的那个本净的心性，也叫法性、佛性、如来藏、自性、清净心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真如是无为法，它是整个世界的本性。因为一切行派它是主张为实的，整个世界其实就是新的世界，
所以世界的本性其实就是心的本性。这个心性真如啊，它作为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，无论你有为法怎么折腾，它作为离体是如如不动的。你这个有为法的心再怎么受染污，但你心的本性一直都是清净的。这个就类似孟子的人性本善，从本性上来说，人就是善的。你有恶，只是因为你的欲望遮蔽了你的本性。咱们再看唯识古学，它这个就没有真如，但它有一个类似的东西，就是圆成实性。圆成实性是圣者的正确认识，也是诸法的真实体性，也是无为法。圆成实性与心性真如这俩非常的相似，但它们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。第一，它们作为无为法与有为法的关系是不同的。唯识学在逻辑上是先有有为法，后有无为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？唯识学认为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，然后通过分析这个有为法，发现这个有为法它的自性是空的，我们就把有为法自性空的这个道理叫做圆成实性。它在逻辑上啊是先有有为法，然后才有无为法。它这个有点类似裴伟的重有论，夫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，先有万物，然后才有道。而如来藏学呢，在逻辑上是先有无为法，然后才有有为法。咱们看这个图，有一个根本原因4个字，就是说先有无为法，然后以无为法为根本原因生起有为法。这个就类似王弼的贵无论，当然只是类似啊。心性真如跟道家的无在具体含义上是差别很大的。道家讲无道是真的认为有一个道存在，而佛家讲真如呢，是能够自觉地认识到真如不过是个虚构的概念而已，也不可以执为实有。虽然真如这个概念所指的涅槃清净的状态和缘起性空的道理是有的，但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真如本身，这个要注意。第二点不同，虽然圆成实性与心性真如它们都是规定性，但心性真如比圆成实性包含更多的内容。圆成实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。凡夫认为一切法有自性，实际存在，那是错误的遍计所知。如果你去掉了这种错误认识，正确的认识诸法无自性，这就是圆成实性。而心性真如呢，它除了包含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之外，它还有更丰富的含义。在如来藏的经典里对它的描述有很多，咱们挑一个最经典的来说，就是圣曼经中的一段。世尊，空如来藏，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。世尊，不空如来藏，过于恒沙，不离不脱不异，不思议佛法。这句话也非常著名，你看到只要有介绍如来藏的文章，基本都要引用这句话。说如来藏啊分2种，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。什么是空如来藏呢？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本自清净，与一切烦恼杂染不相应。就是你有为法再怎么杂染，我如来藏依旧是清净的。什么是不空如来藏呢？就是如来藏具足德相，含摄如来一切净法，具足如来果地一切功德。如来藏自性清净，具足一切功德。就像我之前在印度佛教史说的，为什么如来藏思想会出现，就是因为大乘佛教它是修菩提道，它是要在拆掉破房子之后再盖一个新房子，它是要成就智慧功德的。你要成就这些东西呢，你就需要有一个主体来承载。什么叫主体呢？就说你的智慧是谁的智慧啊？智慧它自己是不能做主体的，就好像红色一样。你说有一个红色，那别人就会问，什么东西是红色的呀？必须先有一个东西，然后才有这个东西是红色。智慧也是这样，你说智慧那是谁的智慧啊？必须先有一个主体，然后才有这个主体的智慧。那这个主体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来藏学就告诉你，这个主体就是万法的自性，就是心性真如，就是佛性如来藏。这个有点类似中哲里边讲的孔子的天命、老子的天道、朱熹的天理。你总要找那么一个东西，把你要弘扬的价值装到那个东西里边，大概就有点这个感觉。当然了，所谓的主体啊，仅仅是为了描述问题的方便而虚构出来的概念而已。佛性如来藏仅仅指一个道理或者状态，这一点在学如来藏的时候要始终牢记。自我不是一个实体，而是一项任务。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，可以好好琢磨琢磨这句话。先休息一下。如果大家想看我的全部视频，赞助你希望我讲的课程，投放广告，报名成为学员，可以去我的网站看一下。